怎么了？我这些天不舒服，昨儿我去瞧大夫，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，他跟我说我怀上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傻了，玉儿啊！你赶紧回屋去歇着，回头我身体养好了，我帮你照顾孩子。娘说的对，来，我扶你回去。你不用你扶，我自己能走。你愣着干什么呀？你去问一问是谁诊的脉。哦，那你。谢谢啊，慢走啊。老二，主驾还礼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就别傻了，大嫂她都哭晕过好几次了，孩子要出事了怎么办呀？娘啊，我们回回龙多好啊！主驾还礼。你还没看见我娶媳妇儿呢，娘啊！我怎么不在屋子里多待一会儿？娘睡下的时候，笑眯眯的，她是睡着觉走的。老人说，这是到时候了，不痛苦，是他这辈子积攒的福报。我们做儿女的得替他高兴。
10年流离，10年奔波，都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。我好恨！就算我有9头牛的力气，也不能把他从阎王那儿拽回来。 他知道自己要做奶奶了，这孩子来得太及时。去看吧。你可得给我好好的，知道吗？我不许你有病。 不许你闹病闹灾的，你和孩子都不能有事。主驾还礼。 少爷，两江总督府的人派人来拜见，您是不是出面回个礼啊？不去，他们请的是老爷子，没请我来两江。六王府的人送来了丧仪，我让账房开了赏钱，用您的名义写了拜帖致谢。还有一些跟着老太爷当年的老掌柜的，想当面请教少爷几句话。 少爷有没有空见他？没工夫，他们要请教，让他们到地下找老爷子请教去。还有一件事，有完没完？少爷，您今儿真不能冲我嚷嚷。辞呈我已经写好了，过了头七。 我回家吃捞米饭。这是您的江山，您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但老爷子的魂儿没走，我不能不尽点责任。我跟了他一辈子，还不想弄个有始无终。鲁东家那边，老母亲去世了，咱们是不是送个丧仪什么的？ 老爷子虽然做错了事儿，这个也不是我能说的，但生前他是有后悔的意思，咱们把东西送去，也算给他老人家埋怨了。你倒是挺乖巧。那你觉得老爷子做错了？他要是做错了。 就不该入赘到我们李家呀。他要是不入赘，我就不应该出生啊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为什么让你们这么恨我呀？你还有话说？盐业工会那边。 请您过去对账。对账？对什么账？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，以半年为期，现在赌期还有1个月。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。顾平原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。我想把四川的盐给运过来。四川的井盐啊，固然便宜。 可你们现在打的是价格战了，难不成
你想贩运私盐？天下盐，天下人吃，也不算什么贩运私盐吧。这要是放在几十年前，他说话这是大武器，你不怕掉脑袋啊？再等个5、6天，我的本儿可就赔没了。我们在商量事儿，你进来干嘛？我都要当寡妇了，我还不能进来啊？哎呀，你先别说话，听我说。爹，明儿你自个儿回山西吧，贩盐的事儿我陪着他干。胡闹！我回去我能踏实吗？这儿女的事儿，就是无债不来。你这儿一个，我那儿一个。诸葛大人，哎，大呼小叫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给你看个稀罕物。嗯，天赐怀，哎呦，哎，这口袋很结实啊！啊，你不是让我去看看那2个愣头青放的开门炮吗？啊，武平原这小子还真有办法，弄那个盐袋子到处送啊！哦，只要到他店里去买就送。嗯，口袋用破了还免费给补。哦，喏，你呀，再看看这个。哎呦，哎，这盐碾得真好啊！啊，你看看，蒲松盐，300文1饼。这盐重新筛过的，卖500文。哦，家里边穷点的都跑来买这个盐，吃起来体面。哦，那看来他们可是亏本在卖呀！啊，江北那边都是700、800文1饼呢。哎，对了，李百万那儿怎么样？200文1饼，有点意思。我是真服你啊！啊，诸葛妙计安天下，你是活诸葛，这1文钱不花就把生意做成了。姓古的还是有一套，只要是粮食够用，盐够用，老百姓就闹不起来。我是料定了呀，这2个人一定会斗上一场。不过现在，谁输谁赢还看不出来。大人，您现在看到这些啊，都叫燕氏盐草，很多都是宋代的旧物了。哦，这得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啊！正是，不过现在啊，不像原来那种煮海为盐的方式了。您看那头，都是用这个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，浇上海水，过滤成高盐分的卤水，再把那卤水啊倒回到这槽子里，经过高温的暴晒蒸煮，最后制成盐吧。哦，那这些是多大一片盐田的产量啊？不到4亩吧，这是两淮一带最好的盐田。哦，出来的盐味道鲜美，产量也高。哎，这些都是专门的盐工吗？那些老师傅是，其余的年轻人都是一边学习一边带徒弟，还是缺人手。哎呦，这工钱有多少啊？每个月4调，吃住调病都管。哎呦，这么毒的太阳，这工钱可不多呀！啊，可以再涨涨。大人说把你们的工钱再涨一涨。爱民如子啊！
大人，您这真是百姓之父母啊！哎呦，看样子我在两江人缘还是不错的啊！大人，实话跟您说呀，我们这盐场的工钱已经是两江地面上最高的了。我跟古平原，我们俩现在那是赔本赚吆喝。您要不帮我们再把盐场的税往下降降？哦，盐场的税很高吗？我怎么不晓得？1个月40万两，您还觉得不高啊？40万两，哎呦，说起来真是不高。40万两能干很多的事情啊！我刚刚奏请了朝廷，让朝廷减免了两江2年的税赋，这些钱也是为了给两江增加活力。你们在这儿是不知道，我在南京城里啊，就觉着一天比一天繁华。将来好好的给你们2个人许功。走上去瞧瞧。怎么样？你爹醒了没？我琢磨，咱要不再涨价？天天被这老家伙忽悠，我心里实在是不甘心。行啊，你涨我也涨。我以为你得求着我呢。我凭什么得求着你涨？行，那你行，我也行，咱俩看看谁先把谁撂倒。哎，来，各位大人，赵新阳进了，赵新阳进了。哎，李公子，来啊，顾先生，来，照个西洋镜啊。哟，来了！哎呦，古兄弟现在名声越来越大了啊！我在江浙天天听你的名号，你可真厉害。你这船里头这么凉快？凉快？嘿嘿，那儿呢？看看吧。啊？哎呀，你这个治病的方法好啊！哎呀，我说财神呐，真把自己过成神仙了。哎呦，什么神仙呀？这有灵为神，无事为仙。你说这我能做到哪点呀？你别抬举我了啊！赶紧坐下来吃点这莲藕、果子，都是刚在冰上镇过的，落落汗。咱们一会儿喝酒。酒先不用喝，那个船都到了吗？看你这急脾气。嘿嘿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16艘船，1艘都不少啊。得亏我有个票号，这常年运生丝需要包船，你换个人，真不一定能拿得下来。如此，多谢了。行了，快坐。我听说最近这两江一带因为盐田的事儿，这人脑都打成狗脑子了。你可千万不要太在意成败，依你这个年纪，已经能跟李百万一较高下了，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万一要是有什么不利的，那也是非战之罪。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把自己身体弄垮了。我也是被两江总督府逼的。这瑞林啊，其实根本就没打算把2淮盐业交给李万堂，我就是被拿出来顶缸的。之后，平抑盐价、打击米商，包括跟李家的那点事，都是他挑出来的。这个两江总督啊，人送外号剃头师傅，阎王爷见了他都得让他8腾皮去。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，盐的事情你可要小心，这里边的干系可不小。我能帮你做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多谢吴兄提醒。管家，哎，怎么样？少爷，老爷还没醒呢。我现在急的是等不到他醒啊。
那这万一出了差错？出差错有我担的，输的又不是你们家的钱，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，你还磨叽呢？快点去！那行，那我去看看。总督大人说这盐场的税一刻都拖不得。我回来之前也是刚把钱给交割了，每个月40多万两银子的税啊，就好像有把刀抵在我的哽嗓咽喉，这种滋味不好受啊。行了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们吧，生意出什么问题了？我们这些人啊，做生意没问题，问题是现在这个盐价太低了，税还这么高，您就是有一个银矿，也架不住这么烧啊。哎，我看天津这2家绸缎庄就不要了，占我那么多钱，利润又微薄。喂，少爷，1年几10万两银子的收入，您叫它微薄？您是不是不懂微薄2个字怎么写呀？我肯定比你懂。铺子关掉了，再盘一盘店面和存货，最少又可以多几10万两银子入账。你让不行啊！这等老爷醒了，我可怎么解释啊？李家现在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呀？肯定不是我做主啊！但您这么把这甜银子，它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您还不如把钱拿出来给那些当官的，自己还能落得多一点，事儿办起来也顺利。我把这些钱给这当官的，他能不收我盐场税钱吗？哎，这2家茶庄也不要了。喂，少爷，这个真不行。老爷是做什么买卖，您也知道，您不能为了个盐场，您把他的根儿给刨了呀。您这不是，哼，这不是败家子儿吗？你是不是要说这个？少爷，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。我管你有没有别的意思。现在每个月管我要40万两的盐场税钱，我人吃马喂，招伙计，请老板，到处都在花钱，每个月贴多少钱出去？我爹醒了，发现这盐田从我手上丢了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想？我就得老老实实的回京师去读一辈子书，这辈子都不能和生意打交道了。所以这场仗我告诉你，我必须得赢，懂吗？老爷醒了，老爷醒了，老爷醒了，老爷醒了。来，先喝酒。大家伙也别紧张啊！我说没事就没事。东西，哎，涂老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您一定要给我们交个底呀！来，你干什么？我没做什么。干嘛我又不吃了你啊？我是带您老啊去看看盐。黑子，爹，我是李进，要不要喝点水呀？老爷，咱们盐田的事儿一直在做赔本的买卖，你提这干嘛？哎，行，来。老爷子大病一场，别说卖不卖铺子，就是全部家当换我爹一条命，我马上就干，别再提了。